我要给大家讲几种基础的形态轮廓。首先最常见的十字架线条，那这条线是一个可以单独使用的构图，那这条横线是一个可以单独使用的构图，对吧？竖线、横线。那既然有了这种竖线、横线，肯定也有斜线，所以说 X 又出来了，对吧？那第3根、第4根，好，这又是可以单独，它们之间可以结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啊。好，第3根、第4根出来了之后，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你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线条构图，井字格。井字格是不是也很常见啊？就是你们的相册点开拍图的时候，是不是会自动有个井字格的那个白线，是为了让你们去自己找比例、找构图使的。井字格的话，在我们的线条构图当中运用的也非常的多。3、4，那我们就在这里写上5、6，那同时这里7、8。那讲到这里的话，我又不得不再讲一下了。我们把这个田字格看成我们的一个假面的话啊，虽然说我这个9宫格画的不是很标准，如果说把这个正方形看成是我们的一个假面的话，那么我经常说的3七线是在哪一个位置呢？是在5、6这2条线上面啊，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3七线。3七线是我们构图当中就是最好看、最常用，甚至于就是最漂亮的一个角度。3七线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45度角，45度仰望天空。那这个3七线指的是我们甲面上的一个侧面，2个侧面，左侧和右侧，在我们甲面上的话是中线到边线中间的这一条线也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平弧的一个甲片，3七线在这个位置3七线在这个位置，中线在这个位置。那好了，然后我们指甲上的3七线可以给你们标注一下，指甲上的3七线，左侧面右侧面，这个是我们指甲上的一个3七线。那比如说正常的指甲上面，对吧？比如看这个中线在这个位置，3七线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的侧面或者是这边的不是正侧面哦，是这种斜侧面。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脸型有的朋友的脸型正面看不好看，他侧面看3根低也不好看，但是每个人的脸型在45度角的时候都是最好看的，是在所有角度当中最好看的。而且45度角你的手机拍照的时候也是45度角拿上去拍你的脸是最好看的，是不是？死亡角度是哪个角度？是从肚子上的一个角度，对吧？把手机放下面往上面拍，这是最死亡的一个角度，对不对？最漂亮的一个角度，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是90后的话，就是以前非主流时代拍的照片全部都是45度角拍的，手机举老高，然后45度角，然后下巴收着，这样子去拍出来脸型又小，而且角度五官轮廓脸型都很好看。这个可以说是
就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反正我就觉得很多物体在它45度角的时候都很漂亮，包括我们去拍指甲也是一样的。那我这边拿一副指甲，刚好把这个图片拍了，刚好拍过这个图片。比如说我们在正面看的时候，感觉很完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稍微侧一点，你看是不是整个画面镜头就显得很高级了？所以说你们讲到这个构图啊，又讲到了拍照。拍照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一般我们拍较暗的图片会从3个角度去拍。那首先正面，然后左侧面，右侧面，会从3个角度去拍，全方位的去拍嘛。那45度角这个角度是最好看的角度。如果说你不好掌控的话，你就把你的手机平放，然后动你的甲片，动你的板，要么就是把你的板这样子平放在你的桌面上，然后手机的位置，那不要这样子，就是你不要这样正着，这样平放着拿着去照，你也不要随便就这样举着去照，这样都不好看。最好看的角度呢，是你稍微的手机，好，你先把手机平放于甲面嘛，平放于桌面，然后45度角倾斜，然后那手机的左下角，也就是我大拇指摁到的这个地方，左下角摁下去，好，让你的手机就是摁到45度角的样子。不要全部这样摁来竖起来了，45度角的样子威胁。好，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底部一定是要放置到桌面上一定要碰到底，不要这样悬空拿着，碰到底，这样子去拍。好，你看这样拍出来的指甲会非常的高级。这里你们看不到，我们看这个镜头去拍出来的指甲，你看这个镜头去拍出来的指甲看起来就很高级，对吧？那种高级感扑面而来。但是角度找好了，但是比例没有找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编辑的话，你看到这个9宫格没有？先给它变成一个正方形。好，再次旋转一下，让它倾斜。不对，往这边。好，再来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会高级感会更满一点？首先裁剪过后，那在9宫格上面，比如说你能看到这上面有一个9宫格。好，整个板的排列是属于一个什么对角，对吧？斜向一个对角。这样子的板放在你的这张图里面，它会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前后，还有一个延伸拉扯的那种空间感。你拍高级感或者是特写镜头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去排列。上方留白的位置在这里和这里。整个排面的话是这样子斜的，斜的。你看我为什么我刚刚平放的，是不是？刚刚是平放的，然后现在呢，我把整个镜头刚刚给它旋转了一下，让它头朝下，尾朝上，在2个对角这样子去拍。这个讲起来的话就偏题了，而且内容肯定会很多，所以说我们回归到正题。37线的这个排列你们不管是在37线上面画任何的就是彩绘线条、贴饰品，怎么着都好。甚至于你只是画一根线在那里都好。而我要说的是这个井字格，因为我们这里只是线条构图法，而这里给大家讲了井字格，除了看它里面的线条，它每一个空间都是我们可以去利用起来的。每一个空间每个点儿，甚至于这里画一些吧。除了那几个线条我们井字格在操作的时候，这几个点儿，这4个点儿
也是很常用到的，单独出现或者是贴钻啊什么的都是 OK 的，甚至于它就是我们的一个3期线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这4个地方去摆放彩绘或者是饰品。再来看一下这个9宫格当中这9个格子，对吧？其实这9个格子就已经是包含了我们前面的那个构图 C 型构图啊那些啊，已经是包含了。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空间格子里面，这是不是我们的3点定位，对吧？3点定位 C 型构图。那我再看一下这里，这里这3排是不是直线构图，对吧？那这3排竖线构图，所以说其实所有的线条构图已经在9宫格里面是有的啦。因为9宫格不只是看线条，还要看这9个格子。甚至于我们在进行图案的时候，有可能的话，我整个图案空间，比如说，我的钻石，我可能放到这个位置，旁边去做一些搭配零散的搭配。那这个位置，或者是我的彩绘放在这一个位置不管我画什么，我的彩绘空间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去进行留白，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去占取了这3个格子而上3个格子是去留白的。所以说格子除了单独去使用，组合去使用斜向的这3个，对吧？斜向的3个，竖向的、横向的，或者是3点定位三角的，对吧？3点定位它也可以这样子拆分开来这边一个三角，那这里一个三角区域，左上角这里一个三角区域。所以说如果说要说完整的去说完9宫格的话，它已经是包含了所有的摆位。像这9个格子里面的话，我们去拍照的时候，那空间也是这样子去找的。其实拍照的时候空间和我们做美甲的时候差不多，对吧？你去摆一个指甲，你的指甲放到这里，你周围可以放点零散的东西，然后这边是大面积的白色，也是大面积的白色露白的地方，对吧？你的甲片拿来摆放在这个位置，对吧？周围去给它做一些小装饰，对吧？放点小装饰在旁边，或者是花花草草啊、纱布啊什么的。好，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留白的地方。好，整个空间去采取一下，变成一个长方形或者是正方形的空间。这样子去拍出来的图片就会看起来自然又青涩的那种感觉，又高级的感觉，轻奢。这也是根据那井字格、9宫格去构的一些图。这个的话，你们后面可以搜索一些视频，好好的学一学啊。我当时学这节课的时候已经是6年前了，就是关于黄金分割线还有3期线，就这线条摆位这个。所以说在这6年的时间，当时学的时候听不懂，懵懵懵懵，但是在这6年的时间多积累，多看，多去看到图片，你就去想，你就去眼睛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摆位，你就会慢慢的摸索出来。但是如果是做教培行业的话，那你就要去摸索原理，探索拆分。而你们的话就不用，你们会用就知道怎么摆位置，怎么拍就可以了。那线条构图法的话，这些我们在前面还是要去做一个演示的。由于我们就是这些线条型的构图，在饰品还有 DIY 一些东西，对，就是魔镜粉立体造型的那种视频当中或者是画线条当中已经很常见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只是讲一下图案在这些线条当中的一个构图，每一根我都给大家画出来了，然后甚至呢去给大家要去做演示。这里呢我把数字这里线条对应的是数字3、4对应的是3号线、4号线，5、65、6是这2条线，每条线都对应出来了，但是没有单独去对应。比如说这里没有横向的线因为竖横其实都差不多，一个竖着一个横着。那一般的话饰品当中是很常见的。这里的话用一个水状浓度，好，这里去做一个单支玫瑰竖线当中应该还是用圈的比较多的。好，然后旁边看一下这里，对，
这里有个花骨朵，等它干了，我们再操作下面的。好，去用深红色加深一下它的轮廓，左一个横，右一个，然后花瓣左边、右边。因为这里呢图案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太讲究于它的花瓣形态。把它的一个形态轮廓大概的勾出来就可以了。中间还没有干，颜色有点晕开了。红色过来。叶子左下、右下。小叶子小一点，对，贴着枝干去长。叶子这种只是作为辅助，它不影响整体的造型的啊。除非你太过分，画的张牙舞爪的，那它就会影响到咯。好，接着再看一下旁边这种十字架。那像十字架构图这种比较特殊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做波西米亚呀、窗花呀这种类型的，可能会用到的比较多。那比如说就是那种讲究对称的一定要去做这种十字架构图。十字架构图就是适合去做对称图形的，包括贴砖也是。这里快进给大家演示吧。大概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啊，像这种十字架就适合去做这种对称图案的图形。斜线构图法就是什么图案都行啊，操作空间也很大。这里呢，这里的话，我们就用一根飘带，一根红线飘带来演示吧。好，这里画了一个飘带，我想用这个飘带来演示这个构图法。这很国风。
那我要不要在这里再画一个玉佩？玉佩嘛，靠过去也不妨。中间颜色有深有浅，那边上可能会有一些图案，所以说边缘那可以有些地方凸起一点。表现通透感的话，你要将中间的颜色吸走掉一部分，做出它的一个通透感。中间有些地方要洗色。好，这就是很国风的一个款，很国风、很简洁的一个款。但是呢，构图当中我们使用到的是一个斜线构图，那完全与之相反的这个款。完全与之相反，这个也是这样子的线条构图，只不过它是4号线啊，它是这个4号线这样子斜的，这两个斜线刚好是反着的。接下来的这个3、4号线 X 型构图当中，那视频我们就不说了，视频 X 型构图包括贴纸太多了，这里的话。我还是把前面2个略做结合，这儿去画一个单支，对，这儿去画一个单支，等它干。旁边随便哪个地方，对，去画一个小丝块，当做画个朵儿。好，虽然说还画不了轮廓，还没干，所以说我们可以先把它的小叶子、小底座给它画出来。这是一颗无可奈何的单枝，稍微有点斜向的摆位。因为这里图案小，所以说你都可以不用压笔，直接就用笔尖勾出来了。好，给它画上黑色。来给它画上飘带。说了会把前面的2个结合起来，还是挺巧妙的吧？这个线条，这个线条你们可以画的再飘逸一点。哦，对对对，可以给它做个晕染。非得要这么工整的一条线吗？我给它晕开行不行？好，来演示第5条线。第5条线我又想左右的搞一个，写个红色，写个字儿。我现在呢学会了画字，
我写不好，但是我可以画呀。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字儿？我独创的，我独创的一个字国，哎，国风的国。那中间加一条黑色的竖线，脑海里想要做一个像这种国风一样的块儿，漂亮吧？你看腹甲是不是就搭配好啦？我真是个人才，我真是个人才。那这些位置，你给它整点小晕染又怎么样啊？对不对？来点小晕染，不好吗？对吧？揉一下水圈边边，对，再揉一点这种小水圈出来。哎，不好吗？这味儿多正啊！好，你看多了2个古风搭配，5、6号线。好，这个位置我先用棕色画一个荷花，用这种水晕染的方法画一个荷花。只要你画出来两头尖、中间胖，形态轮廓用水圈给它表现出来了，就没问题。接下来上面的你就手动的给它加一些。下方安排2个小花瓣。好，枝干。另一个枝干。可能是对莲蓬之类的。先画一个这样子三角形的圆锥。洗一面浅一点的色出来。这个地方，那晕染的方式来整一颗晕染的方式，整个荷叶像旁边这个国风一样。我跟你说，这几个款都能搭成一幅款啦！我的天呐，这几个国风款，对吧？那是不是能搭成一幅款了？1、2、3，对吧？等它干一下哦。完事了之后，这条线上画什么？画烟雾，对棒的很嘛。画红色的烟雾，为了让整体更搭一些啊，为了让整体更搭一些，这里我画红色的烟雾，左边扩出去，好，慢慢的画直线收下来，左边这里扩出去的地方，给它加粗，给它加粗。或者你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荷花，也是 OK 的啊。这个地方再去画一朵，也是可以的。你看一下它整个的占的面积，占的面积是不是就有9宫格？那下半区三角，那斜分开来，下半区三角，上半区三角600。
好，接下来看一下旁边的那两个，我没有横向的就不用去说了啊。彩绘当中横向的摆位一般都是饰品，或者是 DIY 的一些手工工艺类的，造型胶什么的。那这个我要去画什么呢？我要去画 S 型。因为前面的线条构图，前面的不是直线、横线、竖线、斜线，就是对吧？就没有讲到 S 型。对，线条当中当然还有曲线啦。对，曲线 S 型也是我们构图当中常用到的。那不管它是这样，这样子的一个 S，还是反着的。都行。好，我们用最快速简单的方法演示一下。打两个浅浅的水圈在中间，一个大水圈，好，旁边带着一个小水圈，小水圈，这边是一样的啊，一个大水圈，旁边带着的小水圈，叶子。顺着线条，叶子的话就讲到我们前面叶子那节课，5种叶子的形态与摆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作为延伸使用的叶子和填空使用的，现在我们要使用的就是延伸式的叶子。对，错位平行往前面拉伸，那顺便利用线条，再去给它做一下牵引。那底下先来2个。好，前面的叶子往前伸，往前伸，往前探，这里空间不够，那花朵与花朵中间加一点小叶片，画画中间的轮廓。用线条勾一下就好了啊。画一个圈儿左右，画线条，画个圈儿左右，对，周围画这种交叠的线条。好，那你把外面圈给它揉一揉。OK。